那说真的，这绝对是我今年最期待的手机之一。那甚至你可能要拿掉之一都可以。去年的 S23 Ultra 使用1年之后，不论是它相机的色调讨喜，那或是使用上它处理器还有散热设计的稳定性，整体的使用者体验呢，我给那只手机的评价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这样大家拉高了我们对 S24 Ultra 的期待值。那同时也在想，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OK， 好，我们现在实际到手了，昨天才热腾腾发表的 Samsung Galaxy S24 Ultra。那我们来快速的开箱并实际上手来体验它，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吧。好，那我们这边就边开箱边带过一下今年的更新重点。好，那现在已经确认在台湾上市的版本全部都使用了高通 Snapdragon 8 Gen 3的处理器。那所以即使你要买的是 S24 啊，或者是 S24 Plus， 也都是搭载这颗超强超稳定的处理器。那 S24 Ultra 这次有 6.8 寸的平面萤幕，大大加分。我就是偏平面派的啦。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在保护贴上面超级好买，那以前曲面人家要特别去找人家来施作哦，现在就不用了。那另外呢，我也真的很喜欢它的手感，这次钛合金的机身呢，整个手感上面稍薄一点的机身，其实上手还是蛮有感的。那雾面的金属质感，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顺手，所以外形和手感上可以说，虽然设计语言差异不大，但实际上手后我还是比较喜欢。那整体相机规格呢，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哦，主镜头、超广角，还有它的3倍长焦镜头规格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可能最大的差异就会是在它的超长焦的镜头。那另外呢，还有这次发表会上面强调的各种 AI 功能，娱乐性的、生产力的，我们今天都会来特别测试一下。好，那在测试相机之前呢，我们马上先来跑一下后拍摄 4K 60帧的影片。我们会拍摄总共15分钟，那我们会用热像仪来侦测一下它上面的机身发热，还有它散热到底做得如何。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室温21到22度的房间。那我们在拍摄 4K 60帧的影片5分钟之后，机身上面看到温度是大约34.6到35度之间。那10分钟之后呢，机身上面看到最高的温度是36.5度。那拍摄15分钟之后呢，机身上看到最高的温度是39.1度。那整体不管是处理器或机身，它的热能控制上面也是表现非常好。那这个也跟我们先前预期的8 Gen 3处理器大致上是一样的。然后加上这一次他们散热的模组加到了9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散热控制的表现是非常的稳定。好，那下一个环节我们就是来测试他们的相机表现。那在进入之前，我们先来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吧。这次的 Galaxy S24 系列里面真的是亮点超多，但是在你预购和拿到你的 S24 手机之前，手机壳呢得先准备好。这边介绍 Casetify S24 一系列强悍防摔手机壳和电子配件给大家。那首先呢，如果你是要最完整的保护，带着你的 S24 上山下海，同时也想在任何地方随时拥有立架可以追剧和架起手机的话，就可以考虑 Casetify 强悍防摔立架手机壳。它的相机环除了加高保护之外，一拉开就直接变成立架，0到150度都可以自由调整。那外形呢还是非常的轻薄，但同时也具备了军规级的防摔标准。那在手机壳的内侧呢，可以看到独家的 EcoShock 材质，它可以吸收掉手机摔入时的冲击力。这边也可以看到回收使用旧手机壳的塑胶颗粒，防摔美观的同时呢，也兼顾了环保。而它立架的结构处呢，并没有任何的螺丝，是非常简约的设计。再来呢，我们来介绍它的镜面手机壳，背后直接使用设计的方式融合镜面，可以让你需要镜子时随时就有。方便之外呢，一样拥有军规等级的防摔标准，不需要为了方便性做出任何的妥协。那在侧面呢，可以看到它一样是使用旧手机壳回收的原料制造而成。而即使在装上 S24 Ultra 之后，它的手感一样维持轻薄，让你兼顾了随身镜、保护性和独特的设计在一起。最后，如果你是想要展现你新 S24 的独特颜色，你也可以选择 Casetify 的透明手机壳，拥有创新的抗 UV 紫外线技术，让手机壳可以长久保持透明无瑕，还原裸机的美丽色泽。你一拿出来就可以看到你手上是最新款的 S24 系列。那它手感上一样是非常的轻薄，还有流线。其实你要单手操作它也可以非常的顺手，因为它非常符合人体工学。那即使是在它的透明系列呢，一样是有使用65% 可回收和植物性物料制成，维持了 Casetify 注重环境永续的精神。那这3款壳呢，都有精准的按钮开孔，底部的 S Pen 开孔也是非常宽大，容易抽取。对于镜头周边啊，还有萤幕都有绝佳的保护。那 Casetify 的官网上面呢，也有上千款的印花设计和客制化的印制，可以让你挑选搭配，还可以连萤幕啊和镜头保护贴一整组一起购入，让你
收到 S24的新机时，就可以马上全面保护你的新 i 机。那上千款的独特樱花搭配，也可以确保你挑选出属于自己的风格，不用怕跟别人撞壳。大家可以使用我们下方的链接再去挑选咯。好，那关于这次相机的规格，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嘛，在主镜头、超广角跟它的3倍长焦是没有太大的差距。那但是它最大的改变是在它的最长焦的这颗镜头，这次换到了5倍的长焦镜，那同时它也搭载更大的感光元件，配上更多的画素。那大家应该蛮好奇，到底跟上一代整体表现起来的差异是有多大？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先播放照片，让大家自己看，自己下定论吧。那其实在白天上面看主镜头啊、超广角啊、3倍长焦的表现看不出什么差异啦，可能白平衡上面有一点点差距，但也不是绝对的是说哪一支比较冷或哪一支比较暖。那其实现在都是 AI 演算法介入很多，这边就不用太去琢磨这个部分齁。那加上3颗镜头基本上规格一样啊，可能表现上的差异真的就是它的算法上面的不一样了。那总结上大致上可以归纳，如果你是喜欢先前 S23 系列的这些发射啊，很多这种韩信的发射，我觉得在拍摄人物上面都是非常讨喜的齁。那这一次到了这一代，你也会得到差不多的这个成像。那在最主要的差异，当然还是在它的长焦镜头。到底说这个10倍的长焦光学镜头换到这个5倍的差距会有多少？那先前我们在发表会上面的测试，样张有限，环境的这个控制上也有限。那我们现在实测就把它拿到户外来测试，大家可以首先看到白天的照片上面，在很多样商上面看起来差距也是非常的些微啦。那这边真的我觉得也是看偏好，好像有些状况它的这个10倍镜抹的是稍微比较少一点，所以画面看起来也比较平顺跟清楚齁。但是在细节上面也是有好有坏。那我们在拍摄样张上面，因为主要要对比这个10倍这一颗嘛，所以在 S20 Ultra 上面我们是切到这个10倍来测试它齁。那拍摄上面它的拍摄上面的成功率齁，或者说要抓拍一个特定部位的这个成功的几率算是高蛮多的齁。那另一方面也是它的抖动上面也是比较好控制，所以在拍摄上面的样张上面我们其实非常容易齁，或者在 S24 Ultra 上面不太会有失误的状况。那白天上面的照片看起来就是大约是这样子。那在我们拍晚上的时候，这边虽然也是各有输赢，可是如果你看细节上面可以看到它这个10倍镜 S23 Ultra 的10倍镜处理不太一样。那有时候看到这个10倍镜的暗处噪点算是偏多了一点，那有时候你看到这个 S20 Ultra 上面的5倍镜可能也有点噪点，但是你这边看边缘的细节 S24 Ultra 上面处理的好一点，你不会看到这个明明是一个切直线的这个招牌上面突然上面多了很多颗粒出来，那这边其实差距蛮明显的。那再来我觉得在暗处的这些拍摄啊、夜间拍摄差距非常明显，就是在影片的地方。那一开始我们在现场拍摄完，直接在手机荧幕上其实看不太出来，但是拿到电脑上面后就非常明显的看到，在暗处的部分 S20 Ultra 处理的好像蛮多的。那这样也相对在这种光线比较强烈的对比的这些夜间录影上面，然后整体画面品质我觉得堪用性是好上了不少。那我觉得也是它整体防守阵的差异蛮明显哦。这次三星在防守阵上面啊，其实也针对拍摄场景的这个本身还有手部本身的晃动，两者分开去加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处理上面算自然非常多，不会有那种画面不停的抖动跳动，或者要硬去修正它的这种现象。那或者我们可能在拍摄有光的地方，你会看到它灯条在这个乱跳的这些现象。那更尤其我们在拍摄东西的时候，跟着去移动它，去抓不同的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在 S20 Ultra 上面的画面真的稳定了不少。那当然这个不能完全去反映演唱会的场景，但我觉得多少可以模拟一下，如果你去对焦这个超远的景物，在高光线对比的情况下录影得到的状况，我觉得应该差异不会算大。那这边的话，如果让我自己选的话，我当然是会说 S20 Ultra 这样拍摄的状况是更加好用跟更加实用的。那所以我觉得相机目前的评价看起来主镜头超广角3倍差异不大。那如果我们要看到最重要的差距，在 S23 Ultra 的10倍镜对 S24 Ultra 的5倍镜来讲，我觉得光看成像上面可能白天看起来各有输赢，可能10倍有些情况下是清楚一点，但是在实际要用它使用的比例上面，我们还是要考量在拍摄对焦的这个成功率。那这个虽然在照片上面比较难反映到，但是我们实际上的话，就是 S20 Ultra 成功率是高很多，或是基本上不太会有失败的这个比例出现。那夜间摄影上面的
跟拍摄上面的表现在按摩处理其实我们在测试的环节下面，我们可以一直去拍它，拍到成功为止。但是我们一般在抓拍的时候就不太可能，比如说你要拍演唱会了，那个有一个场景一出现，他不可能你叫那个歌手在那边一直等你，让你抓拍成功嘛。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要考量就是哪一台可以越快的拍到，跟有越高的成功率，我觉得它就是越实用的。那另外我们也考量到，其实 S24 Ultra 这个5倍镜的这个5倍焦段，在一般的使用情况下应该会更加实用。你在单拍照的时候，你用这个5倍镜也可以拍出5000万画素的照片。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支援 8K 录影，对，就是连这颗5倍镜都支援。那如果你在演唱会上面，你就是想拍到最高的画质，那你就用这颗5倍镜，你可以用 8K 去录影，拍到5倍到10倍的这个缩放。对比上一代，你就只有主镜头可以拍到 8K 的录影，那它最大的数位裁切缩放就到6倍。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细节的差异，非常的明显。就是你今年用这颗5倍镜拍 8K， 你再去裁切它的细节还是非常非常可用。那这样总体评价起来的话，其实也有一点点出乎我一开始的期待跟预料。那我会说这一次的5倍镜头，我觉得总体看来是赢过上一代的10倍镜头，而且也更加的实用。那这边当然是我个人的主观啦，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或是你们有自己测试上面的一些感想啊，你们使用情境可能也跟我不一样，大家都欢迎可以在下面分享一起讨论。那再来我们可以讲讲这些相机的这些 AI 功能。那有一个我在使用上发现我觉得蛮实用，就是在录影，你不管今天录的这个影片是不是慢动作，你都可以在长压你这个影片这个时间点，它会帮你转成慢动作的影片，让你可以去检视它。那所以就算你今天这支影片不是拍摄慢动作的，你也可以这样做，它会自动用 AI 去生成中间失掉的这些帧数去帮你补足，让整个看起来非常的自然。但是目前比较可惜就是只有提供让你检视去看的方式那如果未来软体更新，它可以让你去针对哪些部分用 AI 去放慢，然后可以让你出成整段影片的话，我觉得它实用性又会再大大增加。但目前这项功能还不支援 8K 可能这样变它要运算的档案量会太大。那其他像是它的照片可以去除路人这一点，甚至它可以改变它你主体要拍摄的人的位置，那还有它的大小比例都可以去改变。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它处理也非常好。那比如说你一次处理非常多项目，你可能主体想要移到旁边然后路人想要同时间移除，你可以一次都把它选好，让它一次由 AI 运算。那整体运算上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你 Photoshop AI 也是要花时间去运算，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还 OK。那再来我们就是要讲，我觉得真的会改变我们使用手机或是现在跟科技应对的方式，就是这一次的 Galaxy AI 功能。那我们频道其实先前做了非常多 AI 相关的这些工具跟影片然后我们现在也真的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上面去使用它们，所以对我们团队而言，使用这些 AI 工具算是一点都不陌生。但先前的用法比较像是它是一个额外的工具或者说你今天可能看了什么东西，你要把它转换过来的时候，你可能当下你这个地方要装一个 plugin， 或是你需要再移到第三方的软体上面去使用它。那你可能照片修改是一个工具然后这个文章截录、重点截取、翻译又是另外一个工具。现在在 S24 系列上面看到它是直接它马上按一个钮植入在第一方的 app 里面，你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一键完成。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S24 Ultra 的这个新闻嘛，我可以按一下按键就让它直接进行翻译，而且它的排版也可以维持它本来的样子。再来那个截录新闻这个重点在这些归纳也是一样，一键就可以完成。那在它归纳的重点，你可以分成标准版或者这个细节版，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长度。那我就可以马上拷贝起来放到我的记事本，甚至在放到记事本之后，更多的这些重点归纳跟截取或者换不一样的排版方式，在里面也是直接按键这个 AI 的按键，它就可以帮你处理好。可以试想在这些 AI 工具出现之前，我们先前要做同样的工作，需要耗费多少的步骤，那甚至还不一定可以做得到。那现在在手机上面直接植入，我觉得对很多还没有开始接触过 AI 工具的人，这个会是一个超简单，马上可以开始活用学习他们的一个方式。那可能甚至现在学生在做笔记查资料、整理资料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用这些工具帮你解决，真的会省下不少时间。那另外在回讯息的时候，这一点我也是觉得常常你在比如说工作上面的讯息、回长辈的讯息这些时候你觉得这些用词恰不恰当，是不是看起来太严肃，或是看起来太轻松？那在回讯息的时候，它上面也可以帮你整理出你可能要怎么回，那语气上面要怎么做改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直接在第一方的这个讯息 app 就帮你整理好，让你选择。那我也认为啦，在未来我们会看到再来手机在功能上面的主导因为其他东西到底还可以进步到哪里去，那可能这个 AI 功能会是最直接改变我们生活习惯的方式。那当然用到现在只有20小时，也不能跟大家讲说到底续航力怎么样了，但是8gen 3我觉得它续航基本上外面也测试了很多，那这点我是没有什么在担心，因为 S24 Ultra 它电池容量基本上也会差不多大。那我个人的期待是可能就是持平，那如果它在代替上面的续航比先前的8gen 2还更好的话，那我们又会得到更多的这个续航的时间，所以整体下来我对续航是没有任何的担心。那我们今天是非常快的就是实测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使用到现在的体验，因为非常观众在问我，就在现在这个预购优惠的期间，他们想快点知道到底推不推荐，值不值得买。那我觉得就像我回很多私讯一样，我觉得如果你现
现在就在等这一代这次的更新的话，那应该我觉得是可以直接冲了。那如果是现在还在考虑说你要买 S23 Ultra 啊，还是现在买 S20 Ultra， 那当然我们看到 S23 Ultra 的表现当然还是非常的棒，但很多时候科技产品当然我们买新不买旧嘛。那更尤其如果新一代它表现上面是更加突出、更加稳定啊，或者它真的有一些实质上面的进步的话，那当然是更支持这一点。加上我个人就是偏好这种平面萤幕，自然我会觉得 S20 Ultra 是很有吸引力。然后加上它的钛合金的外框啊，8 Gen 3的处理器，对我而言觉得会更加实用这个5倍到10倍的镜头，然后更亮的萤幕、AI 功能等。那虽然目前听说是 AI 功能有部分可能会下放到 S23 系列，但是第一你不知道它会下放多少，那第二这个时程啊时间点也不确定。所以说如果你是要趁这个预购的这些优惠的期间，那可能你也等了蛮久了啦，就直接买新机吧。再来我们也会持续的使用可能会有1周心得啊，或更长的使用心得，更多的比较。那大家如果想要看那一类的片的话，就持续关注我的频道。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